在川普上任的前后啊，关于他的报道就已经跟新冠一样厉害了，基本上打开电视他无处不在。好笑的是，人们对他与他的褒贬啊都很极端。当他当总统候选人开始啊，要么说他最烂，要么说他最好。当朋友让麻将哥来表态，麻将认为呢，川普真的是很平庸，连大好大坏的荣誉榜都上不了。如果你不相信，来看看以下的分析。说到川普呢，大部分的人会给他以下几个负面的评价啊，他任性、老爷子气息、种族歧视、臭美、没有责任心。他的始终呢，给他的正面评价是利国利民、打压强权。那这里指的强权就是崛起中的中国。还有他遇到新冠时运不佳。要麻将哥来说呢，这些长短处他都有，但跟历代的美国总统相比啊，他都不是最极端的。其实自古美国的总统制度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也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变化嘛。比如三权鼎立并没有成了四权鼎立，也没有说哪个总统设立了个东厂，越过司法直接以总统名义去抓人嘛。所以撇开时代的不同啊，其实美国的历代总统想做的事情，或者说该做的事情啊，都差不多。至于人性方面呢，那更是从来都没有变过。我们先说川普给人的第一印象是什么？任性。但你细想一下，他真的任性吗？我觉得他只是嘴上任性。给你们举几个例子哈。美国总统 Jackson 就是你拿出这个20块钞票哈，那个上面那一位人头 Jackson。虽然距离今天已经快200年了，但他是一个敢作敢为，把任性发挥到淋漓尽致的总统。比如呢，在印第安人的问题上面呢，美国政府一直是采取默默的让民族大融合的政策，但 Jackson 任性到了跟印第安人订了70多个协议，而且多半还是他亲自跟印第安人部落用电报来来回回的谈判。等谈完了以后，他又不守信，在1831年呢，又派兵强行把印第安人赶到西边去，然后让白人去占领他们的土地。这导致大约有6万个印第安男女老幼被迫迁移，因为在路上条件很差所以印第安人的死伤不计其数。这就是美国历史上有名的 Trail of Tears 血泪之路。为了增加国家的财政他提高了关税的税率。South Carolina 州他不服气 ，Jackson 呢就直接派军舰堵住他们的港口，并扬言说，谁敢不听联邦政府的命令，就吊死谁。他任性的被政敌说成是 King， 这种霸气川普能比吗？你说川普的任性，要说盖这个墨西哥边界的墙，还说要这个墨西哥来出这个钱，目前有什么大动作吗？就是空口说白话嘛。再说了，美国总统其中一个关键的权利就是这个 veto 这个否决权。比如呢，罗斯福总统曾经就用过这个杀手锏635次。当然了，有人会说，那不一样啊，罗斯福任期那么多而且这个战争时期但你知道呢，跟川普比较类似的那个明星总统雷根在20世纪的和平时期，他用过几次否决权吗？78次。而川普的任期也快到了，他用过几次呢？仅仅才7次。也就是说呢，国会叫他干嘛，基本上他都是乖乖的照做嘛。这说明什么呢？你说他任性，这太高估他了充其量他就是嘴巴贱而已上班呢在白宫嗷嗷叫，下班呢在 Twitter 上面叽叽叫。你说川普老爷子气息吧，美国总统出身名门和贵族多了去了，哪个不拽？川普还要排队呢。你说他种族歧视吗？他除了暗示他的歧视态度，他敢公然表明他的歧视立场吗？就是在解放黑奴之后公然种族歧视的总统也大有人在。什么把打压中国人变成法律譬如说这个排华政策什么这个欺压印第安人让黑人在公车上让座给白人打仗时期呢又这个公然关押这个美籍日侨川普除了叽叽叫激起少数无知的白人的种族仇恨他敢公然关押中国人吗？驱逐墨西哥人？恢复对白黑人的不平等待遇吗？他不敢嘛，所以他就是喜欢做一些贱动作而已，哗众取宠而已。你说他臭美吧？他曾经自己做节目，在媒体界也是出尽风头。You're fired. You're fired. You're fired. 刚提到的那个雷根总统21岁就出道媒体，后来还进军好莱坞走红大半生。川普跟雷根当总统前的名气他们两个来对比还是有些距离的。再说个好玩的，美国第9任总统 William Harrison
出身名门呐、老爹是美国老革命，自己后来也参军。1812年呢，跟英国啊曾经交过手，后来又参与了多次啊镇压印第安人的战役啊，好那个臭屁劲儿啊，可以熏天了啊！他自我感觉良好到什么程度呢？照相机那时候刚发明呢，他就说，要求要照相，所以他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有相片的总统。上任那天呢，又是风又是雨啊，很冷啊，下面的人请他说，请你穿大衣啊，他觉得要表现一下，不穿啊。下面的人再请他说上马车御寒，不要很拽啊，然后他要骑马耍帅。一般总统的就职典礼的演讲词啊，字数也就是几千个而已哈，几千个字。给你们一个概念，华盛顿就职的演讲词啊是1425个字，而甘乃迪的1355个字。如果不算上祈祷的时间、唱歌国歌的时间呢，演讲都在15分钟左右。川普也不例外啊，比如说川普在臭美呢，也就是1433个字，讲了16分钟。而这位 Harrison 总统呢，自嗨到什么程度？讲了8445个字，而且还是经过秘书修剪过的哈。好，就这样，他在风雨中呢，花了差不多2个小时讲完了，内容多半诉说前任总统的无能啊，说他自己多牛啊，自己这一辈子的丰功伟业啊，以后要怎么样让美国再次伟大。We will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臭美的不过瘾啊，当晚还大办几千人的 party 啊，结果臭美到上任不到差不多1个月了他就死掉了啊。这个美国历史上呢，任期最短，也可能是最臭屁的这个总统了啊。这样子的这个总统，川普能比吗？说到没有责任心美国总统这个位置算上交接和学习的时间也就4年，了不起连任再加4年，真的有责任心的总统其实不多啊。严格来说呢，林肯之前很多总统都是超级没有责任心的，把黑奴的问题一直顾左右而言他，留给下一任直到林肯上任，这个脓疮才爆开林肯也是因为责任心比较强，敢于面对问题才能上这个 Mount Rushmore 纪念公园的荣誉榜你看那个岩壁上的4个总统但在美国历史上又有多少个敢勇于任事、鞠躬尽瘁的总统呢？大部分还都是工作而已，It's just a job。而川普只是个爱作秀又带着痞子气息的一个总统罢了。他跟那些窝囊总统其实根本没有什么不一样。Taking a good picture, everybody, so we look nice and handsome and thin. Beautiful. 잘생기게 아름답게 찍어달라고. 对于川普的好比如什么他利国利民，发这个新冠补贴，那都是国会决定的，他再来个借花献佛嘛。比如呢，国家呢先这个寄一张支票给你，然后呢他再追寄一封有他签名的信，给百姓一个错觉，好像这个钱呢是他口袋里面自己掏出来给你的一样拿百姓的血汗钱和国家的赤字来做他个人的人情这样就算他利国利民了吗？你不觉得也是很可笑吗？还有他的始终夸他打压中国这个强权算了吧，美国自古老大当惯了，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谁变强大他就打压谁譬如呢，19世纪的这个西班牙海军比较强，他就打西班牙；20世纪的德国呢，在2次大战呢都比较强，他就两次都打德国。后来呢，俄国强，他就跟俄国呢冷战了几十年差点还擦枪走火。21世纪呢，现在轮到中国强大了，美国按照先例来打压中国那也太正常了。这并不是说川普他个人对中国这个喜恶所造成的问题，他只是被时代的潮流和这个美国整个大环境所推着走的总统，所以根本没有什么 special， 甚至可以说不值得一提你说他倒霉遇到新冠肺炎爆发吗？你去看 H1N1 猪瘟爆发的这个时候就是这个几百万人死亡是什么时候发生的？是美国正忙着打第1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军队是这个人最集中、最容易传染的地方。有历史学家说当时有1/4的美军其实都已经感染了，只是因为呢害怕伤士气所以对外就说，哎呀，不是，这些士兵是在这个战壕里面不卫生才生病当时的老百姓也是病成一片那时候 Wilson 总统他敢说来工厂停工，大家回家隔离子弹炮弹都不要生产了敌国来灭我们再说。不行嘛，所以他停工也不是，他不停工也不是，所以那时候无论总统怎么做，骂名都是少不了。川普跟这个 Wilson 总统相比起码只是遇到新冠一个内患还没有遇到这个敌国这个外患所以也算不上什么太倒霉
所以说呢，充其量呢，川普就是一个满嘴跑火车的老顽童，连大好大坏啊都沾不上边呐。我们在这个 social media 上面呢，一直说他，无论是神化他还是魔化他，其实啊都是在帮他造势哦，他爽死了啊！起床的时候看新闻看川普，吃饭聊天聊川普，晚上刷手机传川普。我去，难怪人家人气这么旺啊！至于这个川普的粉丝，不要打嘴炮了。不要去搞这些没用的仇恨，有本事也就直接去当白老鼠。川普说吃什么新冠解药，不要去怀疑，你就去吃啊。他说去注射什么东西，你就去注射啊。对于这个反川普的人，你也不用去臭他了，因为他现在已经成了臭豆腐啊，越臭他越香。不如就直接去年底的时候，你就去把他选下来就对了。这位具有争议性的总统啊，无论他是福星还是扫把星他都是被美国老百姓呢用这个制度选上来的。所以呢，美国人民呢，你现在就只好来摸摸鼻子认了哈。时间一过，人走茶凉，川普也就是历史上的一个过客而已。还是把我们的眼光放在未来的总统人选吧。你想，美国至今有45任总统，你又记得几个呢？好了，麻将哥以史为镜，聊人生，喜欢的话点个赞。下次呢，我们来聊西洋崛起至今这个大企业还沿用的简单粗暴的秘诀是什么呢？记得订阅麻将哥的频道哦，谢谢，拜拜。